长度呢很关键，我们要想得到一个前短后长的圆的底线，建议大家呢从前往后剪。这段时间呢不分享，不出品，不下课啊，对。然后呢继续斜向后，前高后低，子位也是，注意我们的站位，我们得到一个目标前短后长的圆形，这样呢外线就不容易剪缺。交叉斜向前呢是一个45度。另外一侧呢也是一样的方法，第一片呢全是发际线，这边容易剪短，注意子位。我们两边逐渐对称，然后逐渐走位。剪这一片的时候呢，耳朵后面很容易吊起来剪缺，所以呢切口尽可能压到转角线以内，是接近水平，这样就不容易吊上去。注意逐渐抬低，注意我们这边是反手位，指尖呢要往下压，斜向后的反手位，注意一下。那逐渐去往这边走，就形成了一个十字交叉，这样呢就得到了一个前短后长的圆底线。我们剪后短前长的三角形底线，建议从后往前；剪方形呢从中间，剪圆形呢从前往后，这样更容易得到我们目标的长度和外轮廓。直至交叉呢就把这底下的一个圆底线45度剪完了。因为 model 呢大家注意一下，它气质比较好，外线呢比较适合有质感的，不适合碎的，但是发量呢又比较多，所以大家等一会儿看，我们会不破坏外线再剪去除，而且发量还有点自然卷，这是一个45度，这样整个底线就这样剪完了。所以我们再以不破坏外线重新建立次分区，垂直更容易拿走量感，提到89度以上，把所有的角全部拿走，也就是这样可以保证量感拿走，自然卷杀多，同时又不会破坏我们外线的质感。多点偏垂直，这样呢每一片往后靠一片，一定要记住。逐渐随着头由低到高，划分线也是由低到高，所以要逐渐抬高。注意看一下，这样外线等于先剪好，商业更容易处理。这片是发际线，所以呢要降低，否则外线会容易剪缺。另外一侧也是一样的，多点偏垂直斜前，去剪一个轻的堆积。可以这样理解，一开始我剪了一个线条，后来剪了一个轻堆积，这样既可以拿走量感，又可以保证外线的质感。另外一侧也是同样的方法，最后两片呢低角度，然后动感区后法上窄下宽，一点放射，剪一个均等去除，但是类似于内部堆积，取决于发量，我们是不连接的，因为今天自然卷杀。相反的，如果头发今天发质适中，我建议大家呢剪内部堆积，这样呢连接还原度更高，同时也不会丢失饱满度。所以我们的发质发量头骨变化的时候，我们的技术轻重都会随着变化而变化，所以一定要记清楚判断素材的能力。这个地方呢都是一点放射切西瓜的状态，另外一侧也是用同样的方法。那我们今天做不连接呢，也是为了发质的需求，这样更有打薄性和抗拒性和包裹性，上长下短。重心控制一下，落在枕骨以下。因为今天的这个 model 呢还是比较偏气质的，所以我们这个长度落下来不要高于枕骨点。动感区前发呢，通常大家喜欢一点放射剪，那我们还是选择前高后低斜向后剪，然后重心前高后低，脸型打开，这样比较科学。因为脸型比较小，那逐渐抬高，注意我们的手位跟头骨平行，这样的一个规律，由高到低，逐渐与划分线平行。那这呢，大家要仔细的复盘这个头呢，也就是都是剪圆形，底下呢是垂直剪圆形，更容易拿走量感。外线呢是斜向后，动感区是一点放射剪圆，但动感区前发呢是斜向后剪圆，也就是用不同的次分区斜前斜后一点放射，同样剪圆的结果是不一样的。这也就是这一款头发想要给大家表达的理念。这边也是反手位，大家注意看一下，这也是经典发型里面摇摆的技术，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经典的作用。同样在独立区考虑的时候，既要训练控制力，又要考虑到区和区之间组合的关系。同样这样斜向后到后面呢，就会跟后区的动感区进行长度连接，视觉也连接，量感也连接。
这样整体的状态吹干之后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因为直播的时候呢是沙发，大家可以很直观的看到，所以我用了不连续呈现的时候，大家看一下，动感区呢是去除的偏轻的，可以打薄的深一点，甚至锯齿。对，底下呢是偏堆积的质感，建议大家直进直出，点的稍微浅一点，保证质感。还原分区，还原剪切口，最终的呈现，希望呢大家有所收获。4月